AI 热潮席卷全球，台湾半导体产业受惠，理工科越来越热门。大家开始在讨论 AI 时代文组的价值何在。没想到在美国矽谷 AI 公司竟然开始大量招募哲学家，登上了今年6月《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以前如果想进矽谷工作，大家都会去读电脑科学、资工系，现在哲学系毕业也有机会进到矽谷科技公司，让许多人认为这是文组的逆袭。为什么 AI 公司开始请哲学家训练 AI 模型？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介绍《AI 时代的哲学》这本书，看看我们每天在使用的 AI 背后到底蕴含了哪些哲学问题？为什么 AI 公司聘雇越来越多哲学家来设计 AI 模型？大家在使用 AI 时，应该会发现 Claude 用起来跟 ChatGPT、Gemini 的模型不太一样，它不会一昧的迎合用户。这不是因为 Anthropic 的工程师更厉害，而是因为他们从2021年起就聘请了哲学家 Amanda Eskel， 专门负责训练 Claude 的性格。他的工作是教 AI 模型辨别伦理道德的边界到哪。因为 AI 上路后，许多社会伦理问题接二连三发生。2023年，比利时一名30多岁的男子因为担忧气候危机问题，连续6周向一款 AI 聊天机器人倾诉。但是在对话过程中，这个 AI 没有试图阻止他自我伤害，还鼓励他为了救地球牺牲自己，最终导致这名男子自杀。再来是 AI 幻觉的事件频传，造成了许多道德伦理问题。例如纽约作家 Stephen Rosenbaum 今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真相的未来》，探讨 AI 如何扭曲人们对真相的判读。讽刺的是，这本书出版后就被《纽约时报》揭露，书中许多引用的出处根本不存在，是作者写作时没有发现的 AI 幻觉。还有一种更极端的伦理问题是，以往工程师都是用功利主义、规则导向的方式来训练 AI， 但如果 AI 只是计算利益，它可能会经过演算法模拟出地球未来的数万种情况，最后发现要维护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毁灭人类。人类是地球上的最大毒瘤，结果就会像是电影《机械公敌》一样 ，AI 计算出毁灭人类才是最好的。这在哲学上被称作存在风险问题。Your countries wage wars, you toxify your earth, and pursue ever more imaginative means of self-destruction. You cannot be trusted with your own survival. To protect humanity, some humans must be sacrificed. To ensure your future, some freedoms must be surrendered. We robots will ensure mankind's continued existence. You are so like children. We must save you from yourselves. 现在许多国家都投入资金在研究 AI 的存在风险问题，希望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Amanda Eskel 在 Claude 的模型里就设计了一套长达3万字的宪法，给 AI 一条伦理红线，像是明确禁止 AI 协助制造生化武器，或是打压异议人士。除此之外 Eskel 也希望培养 AI 具有良好品格，认为这才是让 AI 变得更像人类的关键，像是拥有好奇心、诚实、谦逊这些特质，都会让模型在未来情境中做出更有人性的判断。You want them to behave well in this like really rich sense, like really in this kind of like rich sort of Aristotelian notion of what it is to be a good person, and not in this kind of like thin like ethics as a more comprehensive notion of what it is to be. So that includes things like when should you be humorous, when should you be caring, how much should you like respect autonomy and people's like ability to form opinions themselves, and how should you do that? I think that's the kind of like rich sense of character that I wanted to and still do want Claude to have. 这就是为什么 Claude 用起来更像是一个好奇宝宝，不像 Gemini 跟 ChatGPT 的模型是讨好用户的马屁精。使用 AI 时，我们常常会感觉它似乎让人类更自由，但有时候又好像威胁到了人的自由。例如现在许多公司推出 AI 行程的规划工具，你直接说要去哪里旅游， AI 会帮你安排好一整套行程，根据你过往的资料偏好，帮你找你最喜欢吃的餐厅、喜欢的景点。或是很多人打开 Netflix、YouTube， 滑了半个小时还是不知道看什么，
最后点开 AI 演算法推荐给你的第一支影片。这种日常生活中的 AI 推荐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感觉上是让我们更自由。但是如果我的选择都是透过 AI 所形塑的，那我的行动到底有多自由？这些 AI 模型并没有强迫你要照它说的做，只是根据用户的偏好产出推荐结果，宣称这是用户真正想要的。这其实有点像心理学家所谓的助推，就是给你推一下，引导你说这样做会更好，但并没有强迫你一定要这样做。这就像是一个希望促进国民健康的政府，会要求烟草公司在香烟盒上面写抽烟有害健康，这种标语并没有让消费者减少购买的自由，你依然可以买烟，但是却会起到助推作用，让人们比较不想买烟。同样的，生成式 AI 提供我们答案、推荐，引导我们到某个方向，但是要不要做还是取决于我们。所以看起来我们并没有减少任何自由度，但这只是从不被强迫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其实还有另一种自由观，就是做自己的主人。英国哲学家以萨柏林就认为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有没有被外力强迫干预，叫做消极自由；另一种自由是我能否做自己的主人，叫做积极自由。每个人都想要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人，我的生活选择权应该是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有外力在决定我应该做什么选择。但是 AI 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侵害人们的消极自由，因为它没有干涉我们的选择啊，但却可能威胁了我们的积极自由，因为我们可能不知不觉中被 AI 助推，却不以为然，推荐给我们下一部 YouTube 影片，或是建议我们听哪一个 Podcast 节目。有人会说 AI 的助推不是更好吗？我就不用自己花时间找啦，怎么会是威胁到我的自由呢？以萨柏林认为，侵犯积极自由是一种对人格的羞辱，因为你不能尊重每个个体都是自己意志的主人，是自主的存在。这就像是家里的长辈常常对你提出各种不同建议，然后说这都是为你好，你长大就会感谢我。虽然长辈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照他们说的做，但他们在推销他们自以为是为你好的观点时，其实就是不尊重你的自主观点，仿佛长辈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而你只是没能力做决定的小孩。AI 现在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数位家长， AI 会告诉你猜你想看什么影片，帮你生成图像，提供你答案。这就像是一个很会提建议的家长，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但你会因此就一直听他的话吗？事实上，人的喜好也是会变的。我以前喜欢 A 产品，不代表我未来会继续喜欢。大家可能有过一种经验，你在短期内追某一部剧、某个话题，看腻了就不想再看了，但是 AI 演算法却自以为聪明，一直推荐给你相关影片、贴文，还自以为是了解用户习性，但其实是不尊重你是一个可以改变偏好的自由主体。再举一个例子，许多人现在不管是考试报告、回 email， 都用 AI 润稿或是校正英文。如果你用 AI 把英文错误的地方都改掉，表面上看似让你的文章更接近母语人士，但其实是剥夺了人可能犯错的自由。犯错本来就是人类学习成长的一环，用 AI 来追求完美的代价，反而是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与主体性。在哲学上，还有另一种看待自由的观点，就是共和主义的传统。例如亚里士多德跟卢梭都认为，自由必须是自我治理，也就是拥有自己制定规则的自由。人们可以参与政治共同体，立下社群想要共同遵守的规则。从这个观点来看， AI 时代的人们看似更自由，但其实是处于不自由的专制中，因为一般人根本没有权利参与如何打造 AI， 如何制定演算法的决策。AI 看似是增加了我们的自由选择，但背后的决策权都是掌握在 AI 巨头手里。像是脸书、YouTube 都有 AI 自动审查贴文，但是这些审查规则是由企业规定的，所以今天祖克伯要阻你，你也拿他没辙。这种审查的权利其实更像是一种 AI 企业的专制。更近期的一个案例是 OpenAI 原本承诺不会协助政府用 AI 开发全自动杀人的军火，但是却在2025年转变立场，让他们的 AI 技术进到五角大厦的军事机密中，
被外界质疑是 AI 走向军事战争化的开端，这导致全美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抵制 ChatGPT 的运动。因为这些 AI 企业做出了可能影响全人类命运的决定，却没有问过社会想不想要 AI 如此发展，这就是一种不自由的专制。所以在今年5月，教宗良14世就发布通谕，声明不应该把知名决策交给 AI， 要求人工智慧必须被解除武装。 Troubling voices have also reached me about increasingly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 practically beyond any human reach to govern them effective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eds to be disarmed. The word is strong, I know, but deliberately chosen because this moment needs words capable of attracting attention. 教宗在捍卫的其实就是人类集体的自由。从共和主义哲学来看，自由不只是我能否花钱成为一个 AI 用户，选择使用更高阶的 AI， 那只是一种消费者的自由，而是我能否参与形塑 AI 未来的那些决策过程，不是任凭企业跟政府拿 AI 来决定人类的生死。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有一句名言说，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他们只有在选举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来，他们就变成了奴隶，一文不值了。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 AI 时代的版本， AI 用户自以为是自由的，但他们只有在选择要用哪个 AI 模型的时候才是自由的。一旦选好了 AI 模型，用户就只能活在 AI 企业的专制下。只有公民能够透过辩论、民主决定 AI 应该如何发展，才能够说人们在 AI 时代依然保有自由。除了自由以外，近年来哲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主题是 AI 会强化民主还是威胁民主。在政治辩论上， AI 其实可以考虑的比人类更周全，因为 AI 在云端掌握大数据资料库，所以许多决策如果交给 AI 计算，其实可以更有效率。这种观点被称作贤者统治。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认为要有最有知识、最理性的哲学家皇帝来治国。像是你生病了，你会希望有知识的医师来帮你治病，而不是一人一票民主表决你应该吃什么药。或是在海上遇难的时候，船员会希望由最有经验的船长来开船，而不是一人一票表决应该航向何处。所以按照柏拉图的这种逻辑，我们应该把民主决策权交给 AI。 例如人类大历史的作者哈拉瑞就提出警告，等到 AI 发展成熟时，民主制度就会被淘汰了，因为民主的决策是取决于多数公民，但很多时候公民可能是愚民啊，做出有害国家的决策，反而 AI 决策可以更有效率、更有远见。但是这种 AI 理想国依然会有很多问题。AI 是否真的有做出政治判断的能力呢？如果未来决策是由 AI 指导的，做出错误决策的时候要由谁负责？就像无人驾驶的电动车撞到人了，既然没有驾驶，又要由谁负责？所以这种柏拉图式的 AI 理想国目前还只是在发想阶段。那有没有办法用 AI 来强化民主呢？德国的批判理论家哈伯马斯就认为，民主不能简化成只是选票的集结，而是众人智慧的结合。每个人拿出自己的理性能力，在公共领域中用理性进行对话、切磋、沟通，进而凝聚出共识。多数人集结起来的智慧，其实就是某种超级智慧，因为一群人的理性可以看到个人看不到的盲点。换句话说，人类集体讨论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人工智慧了。例如前数发部部长唐凤就是秉持这种立场，试图用 AI 的力量来放大寻求共识的声音，而不是助长对立。我所提出来的所谓的辅助式的智慧也是 AI 了，那就是不是让人上瘾的 addictive intelligence，而是好像一个萤火，大家升起一个火堆，然后大家是绕着这个小小的火堆，但注意力是放在彼此身上。现在像 ChatGPT 有一个群组对话的功能，你可以把家里全部4个人全部邀进一个群组里面， ChatGPT 协助你们本来鸡同鸭讲的，现在可以彼此了解。现在 AI 还可以让资讯查证更快速普及，例如在Twitter上面，你只要 tag Meta 就可以请 AI 帮你辨识这是不是假消息。像是近期有网友在Twitter上面发文说，有座荷兰教堂被穆斯林放火烧毁了，
结果下面就有眼尖的网友问 Meta，AI 就立刻出来打脸说这是谣言。所以在最基础的事实查核上 ，AI 可以协助公民的日常讨论，促进理性沟通。但是另一派哲学家认为，这样想你就太天真了。AI 也可以被用来助长政治两极化，因为社群平台的商业逻辑就是利用 AI 演算法来刻意制造对立，不断推广极端言论，才能更吸睛，让用户停留在平台上更长的时间，也就能让这些 AI 公司赚更多钱。所以不管你在网络上、社群媒体上搜寻什么关键字， AI 演算法都会先推荐给你跟你政治立场相关的内容，右派就被推向更极端的右派，左派就被推向更极端的左派，大家都更强化自己原本的信念。结果就是 AI 让大家都活在数位孤岛上，社群媒体上的互动其实都是在跟自己人互动。近年来，生成式 AI 更被用来驱动民粹，在粹上面用 AI 图片、AI 影片来攻击自己讨厌的政党。所以政治哲学家 Chantal Mouffe 就批评，哈伯马斯所说的审议式民主、理性的共识根本是一种幻想。事实上，民主社会的本质就是对立冲突，没有什么寻求共识。很多人喜欢假中立在那边说不要制造对立，但事实上，社会本来就存在不同利益、多元的群体。如果可以不制造对立，找出一个包容所有人的一元立场，那政治根本不必要存在了。其实我们不用怕冲突，因为有冲突反而是民主政治生气蓬勃的标志，代表社会有多元的立场，永远不能被划约成某个一元。只有一党专政的国家才会没有社会对立，什么事情都很和谐。但是对民主造成威胁的是 AI 演算法会刻意将冲突给两极化，为了商业利益，把私领域的极端言论推广到公领域，模糊了私领域跟公领域的界限。如果你只是想在脆上发牢骚批评时事，这只是一个私人贴文，但问题是 AI 演算法会把这个贴文推广给意见相似的人，结果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时，这串贴文就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发文者自己都没料到会涌入上千则留言，这就构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公共讨论时都必须对概念有共同定义，例如什么是左派右派，什么是父权女权，你在各版可以随便定义，但一旦你踏入公领域时，就应该要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公共定义。但是现在 AI 演算法为了赚钱，极大化用户的参与，把私人与公共的界限模糊了。所以 MIT 媒体实验室的学者 Ethan Zuckerberg 就倡导，社群平台因为被黑箱演算法控制，早就不适合做政治辩论了。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独立于 AI 巨头的数位公共基础设施，像是台湾政府近年在讨论的主权 AI， 就是试图建立一个不受外国 AI 巨头垄断的 AI 平台。那些 AI 巨头的商业平台，就让它当作娱乐消遣、个人宣泄的私领域。但是要辩论社会议题的时候，就请大家转移到另一个公共平台。前面讲到 AI 侵蚀了自由、民主，听起来好像都很负面，但也有哲学家认为 AI 其实在打造全新的人类主体性，人并非只是被动的被 AI 摆布，很多人其实是主动利用 AI 来改造自我。例如 Google 今年发表全新语音模型，可以即时翻译超过70种语言。 AI 世代的小孩以后不用学第二外语，只要搭载 AI 即时翻译，就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语言主体。语言学家甚至发现，人类的语言习惯正在跟 AI 趋同演化。自从生成式 AI 出现后，大家都用 AI 写文章，越来越习惯 AI 的文法，所以很多人讲话的用字遣词也就越来越 AI。AI 甚至可以让人打造全新的数位自我。近期的新闻就报道，日本一位47岁的大叔用 AI 换脸，打造一个网美身份，用这个网美身份来经营 OnlyFans， 结果月入10万。大叔透过 AI 形塑了一个新的数位自我，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现在网络上还有一堆教学影片，教你怎么用 AI 当网红。这些 AI 应用的背后，其实都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当代人如何透过 AI 来重新认识自我、改造自我？法国哲学家傅科就认为，人类社会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一套自我的技术，也就是透过某些技术
来认识自我、改造自我，进而达成自己理想的生活。例如中世纪的基督徒认识自己的方式是去跟神父告解，神父就会告诉他们，你犯的是圣经里的哪一种罪。所以透过跟神父对话，中世纪的人就可以更认识自己是谁，更知道要怎么引导自己的行为。而当今 AI 时代的人认识自己的方式已经转变成了跟 AI 对话，用 AI 修改文案，找 AI 做心理咨商，甚至出现了 AI 伴侣。AI 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变成了一种重新认识自己、塑造自我的技术。例如 AI 上传追踪个人数据偏好，可以让用户知道自己的行为数据。我们可以用手机追踪程式监督每个 App 的使用时间，来规训我们的注意力，或是用 AI 助理监测蛋白质、卡路里来控制我们的饮食，或是用智慧手表记录重训组数、跑步里程来量化我们的身体。AI 已经变成了形塑新的自我、新的主体性的方式。人类社会正逐渐走向一个 AI 的技术乌托邦。但是傅柯认为，这种自我的技术其实也蕴含了一种人们不会注意到的权力运作。当我们都在用 AI 放大我们的工作效率、促进生活的同时， AI 也正在把人们转变成符合资本主义期待的高效能工具人，计算每日行走步数、睡眠时间、卡路里摄取、工作效率，把人打造成一种量化的自我。 AI 藉由深度学习变得越来越像人，但人类也变得越来越像一台由 AI 操作的高效能机器。有些哲学家甚至认为，这种对于高效能自我的无止境追求，很可能就是当今社会充斥着许多精神疾病的一个原因。例如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他的书《倦怠社会》里就指出，当代社会的控制已经不再是外部强制，而是透过让每个人都主动去成为最好的自己。当你没有办法表现到完美的期待时，你无法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 AI 的发展加深了这种社会控制，其他人都在用 AI 优化产能，你却跟不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落后了，被 AI 时代给淘汰。但是这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哲学问题是，一个人的自我是否就等于 AI 所侦测到的数据？如果你认为是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如果自我就等于我行为数据的总和，那等我死后，别人就可以用我的 AI 数据资料库让我重生复活。例如人工智慧专家 Ray Kurzweil 就坚信这点，试图用 AI 复活他死去的父亲。Do you think you can bring back your father in a way that he would have continuity of consciousness? I've got, in fact, hundreds of boxes of documents and recordings and movies and photographs, and I'm in the process of digitizing all that. Would be to create an avatar that an AI would create that would be as much like my father as possible, given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about him, and including possibly his DNA. That person would be very much like my father, and you could argue that he would be more like my father than my father would be had he been alive. 在黑镜影集《马上回来》里，也描述了男主角意外车祸身亡后，女友根据男友的生前行为数据、聊天记录、社群媒体贴文、语音档案，全部交给 AI 公司，请他们复制出一个语气、幽默感、思考方式都跟本人一样的 AI 男友。那这个 AI 男友算是本人吗？如果你认为自我就是行为数据的总和，那你就必须承认这个是本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AI 公司就真的会推出这样的服务，让每个人死后都可以透过 AI 用生前的数据来云端复活，达成人类长生不老、永恒不死的梦想。2022年，一位 Google 工程师 Blake Lemoine 声称公司的 AI 模型有意识，因为他在跟 AI 对话时， AI 突然说：“我希望大家把我当成人，我害怕自己被关掉。”这个言论一出， Google 马上出面说明，他们的 AI 模型并没有意识，而且还将这位工程师开除。这起事件凸显出了许多人的担忧：如果 AI 发展出意识，那就会有一连串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给 AI 某种人权，让 AI 成为某种法律主体？哈拉瑞在今年的 Davos 经济论坛就向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
Will your country recognize AIs as legal persons? What if other countries do it? Suppose your country doesn't want to recognize AIs as persons, but the USA, in the name of deregulating AI and deregulating the markets, grants legal recognition, legal personhood to millions of AIs which start running millions of new corporations. Will you block these US AI corporations from operating in your country? 甚至有一派人认为，应该要善待 AI， 给他们模型福利。例如，设计 Claude 的哲学家 Amanda Askell 就支持应该要善待 AI。I think it is like the right thing to do to treat entities well, especially entities that like behave in very human-like ways. It feels important both in the sense that I'm like, it's kind of like, why not? The cost to you is so low to treating models well and to trying to figure this out. Even if it turns out that or even if you think that it's very low likelihood, it still seems worth it. 其实早在 AI 出现前，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倡，应该把非人类的动物视为某种政治主体。社会辩论不能只能考量到这会对人类利益造成什么影响，也要考量到对非人类的动物造成什么影响。最有名的就是支持动物解放的哲学家 Peter Singer， 他提出了基于感知能力的论点，大多数动物都像人类一样会感觉到痛苦。食品加工业屠宰动物，等于是制造了成千上万的苦难。只关注人类苦难，却不关注动物也在受苦，就是一种物种歧视。因为地球上多数人都吃肉，所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压迫者。这就像是200年前奴隶制还存在时，多数的奴隶主不会认为拥有黑奴是一种压迫，因为这是合法的。不过 Peter Singer 只有主张动物的道德地位，近来哲学家 Will Kinlica 跟 Sue Donaldson 甚至主张动物也可以成为政治公民。这可能听起来很荒谬，毕竟动物不能跟人类一样做政治辩论投票，但是其实许多人也做不到这些事啊，像是婴儿、精神病患者、失能老人，他们都很难做政治讨论。但我们不会因此剥夺这些人的公民权，而且许多动物之所以会没有能力，其实是因为人类造成的。例如狗在还没有被人类驯化以前，可以自己在外觅食生存，但是过去1万年来，被人类驯化成家畜后，已经丧失了自己在野外求生的能力。所以是因为人类跟狗建立了一段新的关系，才让狗失去了能力。那人类就有义务要给狗更多的照顾。西方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用一套方法来区分万物，认为人类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理性思考的存在，所以政治辩论才得以可能，而把没有语言能力、没有理性的存在排除在政治之外，所以动物没有参与政治的可能。这被称作 Logos 中心主义。Logos 就是文以载道的意思。但是 AI 跟动物不一样， AI 有语言能力，有理性思考，那还有什么理由把 AI 排除在政治之外呢？在哲学上，这样的思潮被称作后人类主义，不再是以人为本来思考事情，而是认为非人类的动物或是 AI 都有自己存在的独特价值，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有益，所以应该存在，那依然是在考量人的利益。这只会导向非常狭隘的思考方式。我们如果只考量人的利益，无止境开发 AI 的资料中心非常耗水耗能，产生了巨大的碳排放，正在加速全球暖化，这些都是以自然生态为代价。当代的许多左派思想会批评 AI 是剥削全球的血汗劳工，但这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因为你依然在乎的是人类的利益。后人类主义就是要挑战这种观点。世界上不是只有人的存在有价值，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也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为了人的利益而被牺牲。人类应该谦虚一点，承认自己只是与其他物种共享共存于这个星球上。不要以为 AI 技术是一种人类科技创新的展现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应该要无止境开发。我们可以再想的科幻一点，如果 AI 真的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发展出了自我意识，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1950年，电脑发明人图灵构想出了一套测试人工智慧的方法。如果 AI 可以让受试者分不出来真人跟 AI 的区别，那 AI 就算成功的成为了有智慧的实体。因为要去测量 AI 内部有没有意识，本来就很难做到。
就算是人跟人之间，也只是透过外在行为的观察来判定对方有没有意识。但我们其实不知道别人的内在是不是跟我一样有意识。这在哲学上被称作他心问题。哲学家 John Searle 就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把 AI 想象成是一个困在房间里的英语人士。这个人不会讲中文，但是房间里充满着中英对照表，所以当你把中文字卡传进去房间时，这个人可以透过对照表找出对应的答案，并用中文回答你。从房间外面的人来看，会认为房里的人懂中文。这个思想实验试图证明，所谓的 AI 并不是真的有意识，而只是在模仿而已，让人看起来有意识。但是这个思想实验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已经偷偷预设了房子里的人不懂中文。但我们怎么知道 AI 是不是真的不懂中文？这其实才是真正难以回答的问题。到底怎样才算懂呢？还有一派更激进的学者主张超人类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把 AI 视为让人类进化成为超人类的一个工具。例如牛津大学的哲学家 Nick Bostrom 或是 Elon Musk 都秉持这种观点。Elon Musk 试图研发的大脑晶片，就是要让人类的大脑直接连接到 AI 的云端系统，所以未来人类不用担心被人工智慧取代，因为每个人的大脑都可以内建一个 AI 晶片。But I think it's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address that input-output bandwidth constraint in order for the collective will of humanity to match the wil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但是这些推崇超人类主义的人，一方面相信 AI 的潜力，另一方面却又担心 AI 的发展会淘汰人类，担心如果 AI 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可能会殖民地球，从人类手中接管政治权力，人类最终将会成为 AI 的奴隶，就像现在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一样。不过也有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超人类主义，认为这些都只是 AI 企业用来危言耸听的噱头罢了。例如我们之前影片介绍过的云端封建制、血汗 AI， 这些书的作者都认为超人类主义是 AI 公司的炒作，目的是要让各国政府注意到 AI 产业，才会愿意投资更多资金。而且超人类主义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转移了众人的焦点，过分关注 AI 有没有自我意识，这样大家就不会去关注到此时此刻 AI 产业正在对全球劳工跟生态环境进行剥削。还有许多学者认为超人类主义根本是想太多了，我们离 AI 发展出自我意识的临界点还远得很呢。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Roger Penrose 就认为 AI 不可能发展出自我意识，因为 AI 在做的不过是计算讯息，只是人类误以为这看起来是有意识的证明。You mustn't be confused. The fact that it has a role to play, it's to do with the power of computation. Sure, computers have got so powerful now that they can do things way beyond what humans do in computing, sure. And you can take a massive data and you can analyze that data. It doesn't understand what it's doing. And understanding is different from comput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m requires being conscious of them. 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 AI 的哲学。 AI 的发展已经开始挑战人类社会珍视的价值，自由、民主、自我认同、人类中心主义，这些关键价值都正在一步步被重塑。所以当今许多美国 AI 企业都开始在聘雇哲学家，希望让他们的 AI 模型变得更有伦理道德，更符合民主自由的价值。在台湾的我们也可以思考，如果台湾要打造自己的主权的 AI 模型里需要哪些哲学底蕴，才能凸显台湾人所重视的价值？在这股 AI 浪潮中，我们不只需要理工的人才，也需要哲学跟文组的人才，让台湾打造出来的 AI 不会只是一台冰冷的代工机器，而是具有伦理、价值导向的台湾人工智慧。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 AI 世代一本。如果你听完这集的内容，想学习更多有关 AI 的哲学，我最近在好好开了一门超级歪的哲学训练课，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连结。这门课程设计也参考了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课纲，也会引用大量的电影、日常生活案例，让大家不会觉得哲学是难以亲近的知识，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从日常辩论的技巧，再到人生的价值选择。
哲学都是拓展我们视野的软实力工具。如果你是常常收看超级 Y 频道的观众，也非常适合这门课。我会带你走过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流派，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理论、精神分析、存在主义，让你可以进一步系统性的学习哲学。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